主要的今天要讲的就是大家在讨论的，我拿那个 JJ 嘛，那个勾勾嘛，然后那个 Mickey 就是那个坐在9号这个嘛，对不对？这位，这个人其实非常有趣，是因为他跟我们说，他脸上之前全部都是刺青，全部满脸都是刺青。他是然后拿掉了吗？对，他是后悔现在去用雷射，一片一片慢慢拿掉，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他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就已经可以知道说他可能打牌的风格，可以说他不会是一个保守的一个玩家。我了解他的就是他有说到常在 Vegas 喜欢打那些21点啊、百家乐啊，什么都会 gamble， 下的 bet 都非常大，所以他很爱 gamble 的一个人。那我在这个小盲位置嘛，拿 JJ， 然后那个时候 Mickey 是 straddle 到2000，你看很疯狂吧？因为我们那时候打的局是，其实我们本来打的局是50、100而已嘛，我们后来改成100、200，所以大盲是200，但是也不像100、200的局，因为大家都在 straddle。我们那个强抓是可以从任何位置，不一定要是枪口的第一个位置。那我们是决定就是。除了那个按钮位置不能 straddle， 不能强抓，任何其他位置都可以强抓，所以更让这个局加上很疯狂。对，你想想看，因为 Mickey 刚刚在 cut off 的位置嘛 ，cut off 位置翻牌前就直接放2000的，你想想看，这个派一定会变很大。JJ 我就直接加注到6000，我没有位置，其实我可以再多一点。对这个玩家不会 fold 的玩家，你想想看，他已经放2000的，他有任何牌，他一定会跟。因为如果有看这个局回去看的话，他还拿一个2、3不同花，还跟住了一个很大的pre-flop 的一个 raise。这边其实我觉得我到10000，他都还是会跟。其实这个错误就是太小了，有6000不够。但是没想到他又加回来，他加到15000。然后后面剩下46000，他放了15000，然后看到我在那边考虑，好像准备要推了，看到他的样子就是已经很紧张，他就开始想要跟我讨论，他想要叫我不要打，他现在在说服我说我有牌，他是新手，他这样讲的话一定是没有牌嘛，对不对？如果是职业的这样跟我说，可能故意就是骗我，说故意说有牌，但是真的有牌。但是因为他是新手，这样跟我说，我已经不相信。他就是样子就很紧张，很不自在的样子，一定是什么垃圾牌。JJ 我已经知道应该是 nuts 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我的牌其实是不错。然后为什么在这里会跟他讲这句话？应该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化。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娱乐玩家，他打 poker 是比较少的，他就是打好玩。我发现跟这种玩家打的时候比较重要是要让这些玩家觉得你是跟他一起玩这个游戏，不要就是太严肃在那边，让他觉得你只是想要赢。虽然我当然是想要赢嘛，对不对？但是我不希望是让 Mickey 感觉到是你们说的沉默杀手嘛，不说话，然后就是硬硬的。我那一天的那个全部的气氛就是在很轻松的，大家都是在大笑啊。讲笑话啊，我这样跟他就是给他一点 information， 他故意想要勾我嘛，想要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他后来问我说，你手上你有 AA 吗？对不对？跟他说没有 AA 的原因，就是因为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跟他说的，我想要跟他有互动，觉得这样会对这个局比较好。第二个点就是我是想要他靠啊，我拿 JJ 我是希望他会跟住的，然后我就直接推。那时候我就想说，没有办法直接靠他的15000，然后没有位置。也许有很多翻牌面掉了一个 K 或是掉一个 Q， 也许他再下注2万或者怎么样，我就很难决定要怎么打嘛，可能就被 bluff 了嘛。所以我觉得决定就是直接 all in 会比较好，比较容易打。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牌，我看到 A10，我就很开心，我就想说这个牌还要想吗？不可能会跟了吧？然后因为我已经 all in 了，所以给我看没有差。他现在就在问我说要不要拿一些钱回来。在我们这个赌场已经不能这样做，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问我，就是说你要不要就是把你的那个6万拿回来，不要下注，然后我们就玩15000就好了。就是投降输一半。我当然就是不同意啊。第一个是你不能这样做，第二个是他拿 A10，我拿 JJ， 我为什么要让他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跟住了，他真的跟住了。
因为我跟他说我没有 AA， 他就觉得如果我中到 A 的话，30%嘛1/3会中到 A， 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我说我没有 AA， 我可能会有 AK、AQ 嘛这些牌，连 AJ 他也落后嘛，但是他就没想那么多，就跟住。他说这把输了我就回家。Here we go. 对，然后 Ace in the door? 你看那一翻开来，那个 A 就是直接在上面，你知道吗？对啊，我就马上看到了，我一看到的时候，我也是啊， Oh. 像那种心碎的感觉，很期待一个东西，然后心碎，就像对对对，女朋友跟你说，我想要跟你分手，就是全部心碎，就是然后吐的感觉。对为什么？最近发的这个很火的一个新闻，大家都在讨论美国2021年的 WSOP， 前天才发的 WSOP 才跟大家讲这个新的一个规则的 Rule 115的这个 Rule。他写说 WSOP 现在可以把所有任何玩家，只要你有怀疑得到那个病，或是只要你有靠近任何人，那个人被怀疑有，只要你有跟他同桌，不管是发牌员还是任何玩家， WSOP 可以把你踢出去。就是说你已经买那个票嘛，你可能打到不管打到什么时候，打到 Day One， 打到 Final Table 没差，他不管你。只要你有靠近任何人有被怀疑到有那个病的，你就出去了，没有什么退钱，你就是输了。所以现在这个大家很生气，就是大家想说这个不合理，不是说叫你去测，然后你真的有病，是只要被怀疑就是没有机会了。上面这个文章真的是这样写，这个 Rule 115英文直接这样写。那你会去吗？现在可能70%不去。我觉得就算他们没有取消，我觉得不够安全，我也很安心。因为如果有去过 WSOP 的播客粉丝，你们知道说 Rio 就是全部主要的 WSOP 的比赛都在那边办，真的就是一桌一桌一桌很多桌子，然后人爆多的嘛，不值得去冒险你的身体的健康。你们认识这一位吧？这个 Chris Moneymaker 就是最早冠军嘛。这个玩家刚听到这个新闻，他也是写说他不会参加，他直接在这个 Twitter 上面写说取消他的 WSOP。主要是因为他的孩子没有办法打到疫苗，所以他也不去了。我们来看这个 Kevin Mathers， 他直接这边有tweet这个连结。我刚才说的那个，只要你有被怀疑，有任何怀疑的话，有接触、有靠近这个病的话，你就被出局了。那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啊，因为这个会让玩家不想要去参加啦。谁会想要就是花那个钱去飞机票，然后饭店的钱、旅游的所有的费用，然后买那个 buy in。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好好的安排，到最后发现你的发牌员咳嗽，然后被怀疑说是不是有生病，怀疑就不行了是吗？如果有一些码量比较多的，然后对他咳个几声，那个码量多的就回家来。是啊，因为他没有写得很清楚，他写说他们有这个权利。那刚刚有一个人也是在 Twitter 上面写说，那我们不是就是要注意到不要咳嗽，不要吃任何的辣的东西。不要有任何就是有反应，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有那个病，所以就是非常不合理。看起来是现在如果他们不改规则，不找其他的方式去管理这个疫情的部分，那可能很多玩家都不会想去打。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打线上了，在线上还是比较安全。线上就是安全嘛，对不对？自己在自己家里不用接触到任何人。现在那个 WSOP Online 每天晚上8点都有那个亚洲的特别赛。所以其实疫情的时候还是在家打比较安全呐。对，真的是，我也是尽量不会去太多有人集合的地方，最多就是去打那些赌场的直播桌，也是马上打完就走了，不会待在那边太久。